福德多寡看脸之。阴德深厚的人眼下有这一特征，有人天生就命好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有很多的阴德。你知道积阴德的人会在脸上留下特征吗？古人曾说，阴质纹是积德行善而得。如果人天生就有阴德纹，意味着前世积累了许多功德，而这种纹路在相学中属于变相，就是所谓的后天之相。在做好事的过程中，获得了精神上的喜悦，身上就会形成一种磁场，它会不断地吸引相同磁场的事物，从而带来良好的运势。这些人的面相也逐渐变得慈眉善目。正所谓面由心生，在施予与付出中得到馈赠和回报。当你做了诸多善事后，眼下就会出现细如丝的纹，而这就是阴德纹。这种纹就是增福天寿、子贤孙贵之相。一般有阴质纹的人，意味着前世积累了许多功德，他们前世的时候一直在做善事，所以一出生就会产生阴质纹。而这些有阴质纹的人，常常也都是大器晚成的人。阴德产生的好处是需要经过很长时间，善人做好事会造福众生，然而他们的眼睛下面会出现阴德纹。而常常作恶的人，他们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在眼下出现竖纹，此纹可会克子行孙。阴质纹在前半生中运势不是很好，但很少会碰到倒霉事。如果在这期间依旧行善，那到阴德产生好处时就会大器晚成。一般来说，阴质纹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。当你做的善事越多，你身上的磁场也越来越好。万物都是有灵的，不管你的磁场是好是坏，都会吸引到相同频率的事物。比如古代的将军为何不得善终，就是因为在战场上杀了许多人，他积累的怨气很重，可能在他旁边都会感到不舒服。不管任何的原因，一般这样的人都不得善终。众生比较刚强，对于因果真的有很深刻的相信吗？阴指暗中进行的意思，指是排定的意思。阴质的原意为暗中使安定。上书洪范有云，为天阴之下民，意思就是冥冥之中有定数，暗中有上苍护佑。在面相中，阴质位于两眼下卧蚕内的部位，在12宫中为男女宫所在处，主管子嗣的有无，亦称泪堂、龙堂、凤带。神意富裕，阴质肉满福重心灵，意为阴质部位丰满者为福贵之相。古人以多子多孙为福，故相学认为，若眼下阴质部光明润泽，紫色环绕，为行善积德所致，纵然有克子之凶兆，也会因为积有阴德而生贵子。改恶从善，助人积德，即会生出阴质纹，化凶为吉，绝处逢生。相传春秋时有名上取者，年届45子，孔子见其眼下隐现质纹，断其必得贵子。后来果被言中，故相学中有阴质乃心田之灵苗，
能唤回人之造化而遍及遍凶之说。话说唐朝有一天，裴度走到街上，经过一座寺院，看见一行禅师正在替人相面。裴度等大家都走了以后，才去请教自己的面相。一行禅师熟视良久，说：你天生异相，今生不但没有希望考取功名，而且眼光外浮，纵闻入口，是一种乞食街头、饥饿而死的相。我看你甭考了。裴度听了，心里非常伤心，整天垂头丧气，连教书都无精打采。数天后，裴度到香山寺去漫步，看见寺里有一位妇人跪在佛前，喃喃祈祷，祷告完毕便匆匆离去。裴度看见案桌上有一个包袱，解开一看，是非常贵重的物品，一个翠玉带和2个锡带。他想，这一定是刚才那一位妇女所有，于是坐着等待施主。到了下午4点钟，那位妇女满头大汗，气喘吁吁，匆匆地进门，扫视案桌一遍，不禁哇然大哭。裴度上前问他，妇人哭着说：家父病重，家产当尽，昨日我请道明医略有起色，所以今天早晨我赶去亲戚家，借到一条玉带，准备点押借款做医药费。我行经此寺，顺便入寺祈祷，不料心急匆忙，忘记携走玉带。等我到了典当行，才发现遗失玉带。我没有钱，家父一定无法活命，尚有家母和弟妹待养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说完又大哭起来。裴度奉还原物，妇人拜谢而去。裴度回家途中，又遇到一行禅师，才走离数步，一行禅师呼唤裴度转身，对他说：你必定做了一件很大的阴德，我看你的容貌，蛇入口便为玉带纹，不但不会饿死，而且将来有无量的福报，可能会出将入相。裴度怕一行禅师讽刺，回答：爱说笑，大师说话怎么前后矛盾呢？一行禅师回答：7尺长的身体不如1尺长的脸，1尺长的脸不如3寸长的鼻子，3寸长的鼻子不如一点心。裴度笑着说：人心怎么像呢？一行禅师回答：要知天上意，须在云中取；要知心内事，须辨眼中神。你积了阴德，目光不浮，紫气贯经，口角纹长过卑齿这部位，而且胡子均匀变美，做了阴德，脸上的相便会有所改变，你必定享受极贵的福禄无疑。于是裴度就把刚才在香山寺拾还玉带的事告诉一行禅师，禅师也嘉许他的善行。那一年裴度便考取进士，由于官运亨通，过了10多年，他升任博办大学士，不久又升为首相。他升任首相的经过非常曲折。裴度起初奉朝廷的命令，出使蔡州，向诸军宣达政令。回到朝廷后，裴度向朝廷呈奏攻取叛贼的书状。王承宗和李师道等叛贼计谋阻扰蔡州的援军，因此暗中潜伏京师。
赐死掌握大权的重臣，而且杀害了宰相武元衡。他们3度用剑袭击裴度，第一剑砍断了鞋带，第2剑刺中裴度的背部，却只划破了他的内衣，第3剑轻微刺伤裴度的头部，恰巧他戴了毡帽，所以剑伤不深。正当叛贼追杀裴度时，裴度的随从王毅抓住叛贼而呼叫，叛贼回身用刀砍断王毅的手，裴度才能逃脱。由于裴度逃走过于仓促，不小心掉落沟壑中，叛贼以为裴度已经死了，所以才射离而去。皇上说裴度能够脱险，全是天意，于是命令裴度为淮西招讨使，而平定了淮西的内乱，并且封他为晋国公，经常奉命出使边地诸国。四夷的军长一定会询问裴度的年龄相貌，由此可见大家对他是多么敬畏和佩服。很多人说因果通3世，谁也看不到怎么办？其实因果不用通3世，这辈子就可以看到了。比如说做了善事阴德，脸上会留下阴指纹，这是不是看到了呢？因果应该是当下可见的，那为什么做了坏事，果报却没有现前呢？因为他现在还有福德在庇佑着，等福报消耗完了，恶报就现前了，所以要忏悔反省，赶紧在福报还在，恶报还没有现前的时候要赶紧忏悔，等到恶报现前就来不及了。这也说明要多读诵经典善书，以改变自己的内心。做了善事，不要怕别人不知道，自然在我们色身上起变化。这个变化不是整容出来，不是营养补充出来的，而是福德具足后成就的。古人讲财润屋，德润身，色身要靠什么来养？靠德行，以德行来培养，福报来养。圣人具足的庄严相，都是福德所感召所成就的，这也是可见的。道祖太上在《道德真经》中告诉我们，万物负阴而报阳，阳德主荣显，阴德主福寿。人若为善，福虽未至，祸已远离；人若为恶，祸虽未至，福已远离。万物都有阴阳构成，孤阳不生，独阴不长。最积阴德之人的3个特征，哪怕只有1个，也是功德无量。一，有阴德的人必有高层次的认知，所谓的德也有阴阳之分。俗话说一德可以消百灾，一德可以压百祸。阴德和阳德区别很大，命运、富贵、功利，甚至寿命虽有天命所定，但是我们都说积阴德，而不强调积阳德。在阴德的阐述中，佛教以因果业力解释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而道教则用成负解说，行善者必有其福，为恶者必遭其祸。这也是在说两者有别，人要有道，有道就有阴德。二，有阴德的人必有所深悟。道教信仰中积阴德是给人，但不为人所知。阴德的阴并不是藏起来看不见，
而是无中生有，它就积在那里，别人抢不走夺不去，且越积越厚，他始终无法琢磨。虚无的心念无处不在，无处不有，无形中的福报非常殊胜，而且长远。阴德厚的人身上散发着一种德光，现世、来世、后世都能获得善果，也可使子孙后代都得到成福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说到底终究是祸害子孙的东西，损阴德最严重。所以骂人最严重的一句话就是断子绝孙。三，阴德厚的人不会计较一时得失，强大的善业跟强大的罪业都能产生很大的果报。所以我们今天一切的受用的现象都是假象。当你认识到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这些欲望是让人产生痛苦和烦恼的根源，你就不会在这里头计较得失。好比有钱人有时造业快，反而灾难来得多。所有一切作用也是即空、即假、即中。现在人简单福报理解为钱财是很大的错误。修善最重要的是出于真诚而无所求，应如其名，看不见的，不在光明之处的，包括子孙满堂、长寿、健康、安宁、寿终正寝，不会横死，这才叫应得的福报。常听老人们说，做人一定要多积德，将来才会有福报，各种好事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。那么阴德究竟是什么？如何才能积累阴德，福佑子孙呢？阴德从表面意思上看，就是暗处的德行，也就是自己默默行善却不让人知道。通常德行深厚的人在遇到危险时都能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的后世子孙在遇到困境时也能受到其德行的庇护。俗话说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在人的一生中，文采扬名、角逐利禄等等，直到最后不过就是一场空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。与其索取空幻之物，不如给以后修个善果。正所谓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佛教里常讲究因缘和合，认为命运是一直掌控在自己的手中，要靠努力去改变。但命运太过于神秘和复杂，人们很难去理解并运用。其实命运由两方面组成，一方面是过去种下的因，另一方面是现在的缘。不论我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，其实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摆布。我国在很早以前就有了名利枷锁一词，道教也以仙道贵生、无良度人为目标，民间更是有人以善名流史为目标。人们认为广做善行会决定自己命运的好坏，比如一些家庭突然发迹了，就会感激祖上积德。但还有一句老话叫做人红是非多。在娱乐圈中有许多人做慈善，他们主要是为了名誉，为此还有不少的明星因诈捐引起公愤。做善事很容易得到夸奖，也会常常伴随着议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做善事得来的福缘也会受到一定的折损。因此佛门中人的眼中，
人们更应该积累阴德。扬善虽然能够得到名利，但阴德却是上天回报，所以做人一定要积阴德才能有好运。那么阴德又是如何去累积的呢？想必扬善我们都清楚，就是做了好事后被人知道了，而这种福气却会在被人称赞后报销掉。而阴德同样是做善事，但是做这种善事的时候，只源于自己的内心，没有想要借此赚取名利的目的，事后也不宣扬，不夸耀，这份福气就会慢慢的积累起来，形成所谓的阴德。正所谓近在己身，远在儿孙。金刚经上说，菩萨应无所住行于布施。这句话其实就在告诉我们，该如何积累阴德。当一个人因无所住去行善积德时，就能积累阴德。用通俗点的话来说，一个人如果做了好事，不被人知道，也不去要求回报，甚至自己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行善助人，而是把善行当成自己分内之事去做，做了好事不留痕迹，就能积累功德。这10件事最积阴德，能做到7件以上的人，就快要成佛了。佛其实只是功德圆满的觉悟之人。佛家有一句话，人成即佛成。一个人如果真的把人做好了，真的能做到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其实也就接近成佛了。第一，不杀。佛记曰，血肉淋漓未足珍，一般苦痛远难伸，设身处地扪心想，谁肯将刀割自身？杀业最损阴德。如果你不愿意别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就不要再杀生了。因果报应，循环不止。今天你伤害众生，明天众生再去伤害你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为了自己的福报，一定要少造杀业。第二，不盗。华严经上说，偷盗之罪，亦令众生堕3恶道。若生人中，得2种果报，一者贫穷，二者共财不得自在。偷盗的行为最损阴德，要想积阴德，一定要多布施。俗话说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如果你种下了偷盗的因，就会得到贫困的果报；如果你种下了布施的因，就会得到富贵的果报。第三，不淫。杀盗淫是佛教所有戒律当中我们最应该去受持的，因为杀盗淫造恶业最严重。古人常说，万恶淫为首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想要为自己积累阴德的人，一定不要邪淫。第四，不妄语。大制度论上说，妄语有10罪，何等为10？一，口气臭；二，善神远之，非人的便；三，虽有10语，人不信受；四，致人谋议，常不参报；五，常被诽谤，丑恶之声周闻天下；六，人所不敬，虽有教敕，人不成用；七，常多忧愁；八，
重诽谤业因缘。9身坏命终当堕地狱。10若初为人，常被诽谤。妄语是造口业最严重的行为，也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。杀盗淫我们很容易戒掉，但真能不说妄语的人寥寥无几。不说妄语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如果你能不说妄语，你就离成佛不远了。第5不两舌。两舌也是最损阴德的行为。我们每天最容易损阴德的行为，不是杀生、偷盗，而是背后论人是非。要想积阴德，一定要清净口业，不造口业。第6不恶口。古人常说恶语伤人6月寒。佛说犯恶口者当受畜生果报。恶语伤人最损阴德，一定要切记，不要经常说伤害他人的话。第7不绮语。经常说轻浮无理不正经的话，在佛教看来，这样的话就是绮语。绮语也是我们经常会造恶业的行为，不可不防。第8不贪。八大人觉经中记载，多欲为苦，生死疲劳，从贪欲起，少欲无为，身心自在。法华经上说，诸苦所困，贪欲为本。要想积阴德，一定要少欲知足，多做布施。第9不嗔。佛说一教经上说，嗔心甚于猛火，常当防护，无令得入，结功得贼。无果嗔恚，一念嗔心起，100万障门开。嗔恨的行为最损阴德，不可不防。第10不痴。世间大多数人都是愚痴的，不相信因果，经常造下恶业，所以才会招来诸多烦恼和灾祸。要想积阴德，一定要先从思想观念上做出改变，要相信因果，向佛学习，做一个慈悲且有智慧的人，福报和好运才会来找你。这10件事，你能做到几件？很多人连1件都做不到，所以才会多灾多难。要想生活美满，好运连连，一定要多去做这10件事。做得越多，离佛越近，福报越大。太上曰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照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一个人不论是做了亏心事还是善事，脸上都有相应的纹相出现。做了一点亏心事或一点点善事，在脸上不能一下子明显表现出来，但你如果做了大坏事或大善事，多坏事或者多善事，脸上就会现出来，表现做坏事或善事的缺德纹或者阴德纹，主要是在几个地方表现，看看你有吗？1印堂。印堂号命宫，主一生荣枯。人如果做了亏心事或祖上失德或前世失德，会有一条悬针纹。这条悬针纹上刻父母，下刻妻儿。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悬针纹，真的是上刻父母，下刻妻儿。这个刻不一定是克死，
很多都给父母妻儿带来很多麻烦及不幸。后来我教他放生行善改过，约3年后，我发现他的悬针纹转角了。他的悬针纹本来是垂直的，后来变弯了，转到一边去了，这叫悬针转角，转厄运为吉祥。他从前总是倒霉，父母妻儿4人，总是转流生病，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，生活上也总是百不如意。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，开始从倒霉转向如意了。我们看相把印堂这里叫明堂，常说明堂亮不亮等等。有些人明堂很宽，有3个指头那么宽，一定度量宽宏。那个明堂窄的，不要问，脾气又极度量又小，再加上眉毛打结的，一定犯法。我们骂人常说，你搞什么明堂呀？那个明堂就代表你心里头想些什么，大概这些话还流行的。眼下称为子息宫，阴德宫是主要表现一个人德性的地方。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，有黄明之光的，是谓有素德，有仙骨。从小就有眼袋，或黑眼圈，或眼袋下陷，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，先天肾虚。所以相法上说，这种人子稀弱，不容易生孩子，所以这种要勤修静，清心寡欲，广积阴德，眼隐隐卧蚕。中医都知道，眼下黑暗下陷是严重的肾亏，肾主精气，精气严重亏损。云何正道？精气饱满来源于清心寡欲，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，如隐隐卧蚕的。因为眼下大吉之色是黄明之色，如蚕之色，故称隐隐卧蚕。广积阴德，做了很多善事的人，眼下会有一众或2重或3重细如丝的细纹，此纹细而有光泽优美，是明阴德纹。若果善人行善，广利众生，眼下就会出现此纹。若果你常行善，眼下出现了阴德纹，那恭喜你，这是增福延寿、子贤孙贵之征兆。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，即发不善之心，眼下会发黑下陷。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，真正严重的是眼下出现尖纹，如针刺眼，此乃克子行孙之兆。3. 脖子光亮，人要得长生不老，青春常驻，脖子上的喉轮要打开。如果一个人喉轮打开后，不管是100岁200岁，脖子都是不显老的。4. 法令纹，法令纹也是表现一人的德行的纹，此纹一般中年后才出现。法令入口，名饿死相，又名腾蛇入口。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，但最起码老来孤苦。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，行恶则入口，行善则可把腾蛇入口变为铁口延长至下巴。这种法令称为寿带。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，不要解，反省忏悔，常行诸善，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。
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，后来行善改过后，在原先的法令上，像树枝一样，又生出一条，名双龙出海，既寿又富贵之征兆，乃善业福报。5. 延寿毛相。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，不悔不移，至晚年，眉尾会生出3、5条特长的眉毛，此眉名五彩眉，乃得众望，延年益寿之征兆。又耳内生毛，乃高寿之吉兆。又中老年人，头发从额头日月角开始向后脱发，亦是吉兆。如果中老人头发从头顶百会处向前脱发，从里到外脱发，乃凶兆，德行欠缺之象，当止恶行善，转厄运为吉祥。做了阴德之事，脸上的香就会改变，香随心转。行善是资粮，香好庄严还是由功德来的，所以要修一切功德。面向某个时刻可以反映人内心福德情况，但每一刻人的心念都是在变化的，只要时时刻刻转变心念，转恶念为善念，面相也会随之变得越来越好。恶相变成福相，福相变成更有福德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积德行善。我祝你和家人平安健康，一顺百顺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